的频道会员8月活动，会员专属手牌讲解。跑马不行还能打锦标赛吗？多跑几次就会赢了。自己讲自己都想笑。你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好，你看着小盲位的脸，然后你问自己说，这个玩家在这边有没有那个能力造？在同花听牌、顺子听牌没中的情况下，在这边 all in 34个大盲，然后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会 bubble。你如果回答是他不会造，我告诉你，这边 AJ、AQ、AK 都不用跟住。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讲解我们在微本购第一天所遇到有趣的手牌。我们从上一手牌AA 筹码翻倍之后呢，刚好是休息时间，然后回来的时候拆桌遇到一个小状况，就是我们2位玩家竟然拿到同一个位置的位卡，裁判也来了，然后很多人都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有人开玩笑说啊，你们2个可以坐在一起打啊，我们讲一些屁话，必须要赶快拿一个位置给我。刚好有一位玩家淘汰出局之后呢，我就直接接到别的位置，接到这个位置不错，1万、1万5的盲注级别8人桌，我们上桌的第一手牌，我们在 low 价位 UTG 的玩家他有36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35000 low 价位，我有8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1对 K。那我在想，这样子的3次下注尺寸呢，就符合一个低于30个大盲，让我认为在有位置的情况下，对手加注到3万5，我觉得大概 2.5 倍，大约在8万5上下，都是一个合理的加注尺寸。面对别人的 all in 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没有到套池嘛，我们的炸胡的范围也可以轻易的弃牌，所以呢，我选择加注到8万5000 UTG 的玩家 all in， 我当然很快就跟住。UTG 的玩家呢是1对10，翻牌是 K72， 所以我们就安全的一个翻牌，整桌就是哇，坐上来第一把就有大牌，非常不错啊。下一手呢也是在1万、1万5的盲注级别，这手牌呢其实就有不同的做法。首先呢是 low 价位的对手，他大约有30万，选择加注到3万，弃牌到我在bottom位，我有110万的筹码量，我有 AQ 不同花，刚好 AQ 不同花就是一个分界点，尤其是对上 low 价位。如果对上 high 价位是一个很明确的3次下注，如果说对上前位啊 UTG 或 UTG 加1 8人桌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更明确的跟注。我觉得3次下注跟跟注比起来呢，各有各的好处。跟注的话，当然就是可以让对方的 A 更弱的 Q 都在被我压制的一个状况下，但是变成是要处理到翻牌后，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翻牌前的3次下注，或者翻牌前的跟注，期望值都差不多。我也稍微看了一下盲注，其实盲注都是会打牌的玩家，尤其是大盲位，我不认识他，但他贴了一个 ACR 的 Team Pro 啊，就是一个线上平台。不管怎么样呢，我当下选择了跟注。大盲位的玩家有50万的筹码量，他也选择跟注。翻牌是484， 2张黑桃，底池11万5000。盲注位玩家过牌 ，low 价位玩家也过牌。那我们常讲嘛，这种3人底池，第一个就是 low 价位的玩家也是会玩的，我知道他会过牌很多范围，不管是不是大对子，或者是没有击中翻牌的范围，我认为他都会有很高频率的过牌。我需不需要下注？又或者是说我下注好还是过牌好？那我觉得2个都可以。当下呢，我决定没有下注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没有黑桃，然后我觉得大盲位的范围里面，它的4绝对是多到超多，我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策略方向。那我觉得大部分的状况来讲，下注跟过牌各有各的好处，但我觉得过牌这个摊牌价值是绝对够。我宁愿下注一些，譬如说10J 同花、QJ 同花、K10同花，更明确知道说走到摊牌是没有摊牌价值的手牌。AQ 就算走到转牌跟合牌都是过牌，我还是有非常高的几率可以赢，所以我当下决定没有下注。转牌来了一张不同花的5，变成是4485。我认为大盲位会下注非常宽的范围，原因是因为对方在大盲位的范围有没有很多随机的6、随机的7，代表说是卡顺，甚至是有一些36同花啦、23同花啦、A2 不同花。我觉得这种牌呢，不管是双柔顺或是卡顺的手牌，它都可以下注，尤其是在一个叠牌面7以下，基本上都在大盲位的范围，都不在我们2位玩家的范围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炸胡呢，非常的合理的，也在对手的范围里面。这个时候大盲位不出我所料，他下注了一个4万啊，底池11万5000。low 价位的玩家弃牌，这个时候到我 AQ 对上他的整体范围，他不会是只有4嘛，他还会有很多听牌的炸胡。
就算他真的有8，那我们都还有2个高牌，我觉得赢率算不错，尤其是他有炸胡的范围非常的多，所以呢，我选择了跟注。合牌来了一张非常有意思的黑桃 Q 底池195000大盲位，他想了非常的久，他选择了下注10万。那如果说他今天选择下注10万的话，我觉得我的决策就是非常的简单哦，就是一个跟注，我想不到有其他的动作。他如果今天选择下注5万或1/4或更少，我的 AQ 应该都会是一个很明确的加注。我觉得我看得到，比如说1对6、1对7，甚至是什么 K8、8、9作为一个阻挡下注，也就是说我很明确的知道我的合牌的顶对一定是最好的。那如果说他今天下注半个底池，或者是稍微再大一点的话，我觉得 AQ 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因为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些随机的 Q7，他合牌中 Q， 我觉得他都可以价值下注，非常的容易，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拿 A8自己在价值下注，所以我觉得他很有机会再炸胡。他的顺子听牌没有中，合牌开同花，非常的好的炸胡，他甚至有可能价值下注比我更弱的手牌，炸胡了一个 QJ、KQ， 他合牌变成是一个价值下注，他选的这个尺寸让我当下觉得只有跟注嘛，所以呢我选择了跟注，他是 A4 红桃就出了一个底池，那当然就想说是不是翻牌前3次下注他就不会进来？我觉得翻牌前是翻牌前的状况啊，翻牌之后呢不要再去想一些有的没的，当下的决定呢我是非常的满意，只是说合牌输了一个10万有什么关系？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前的状况，跟大家分析到底我的筹码是怎么来的。我在 High Jack 位我100万的筹码量，1万2万的盲注级别，我加注到4万，小盲位的玩家24万5000 all in， 那我们 AK 就会跟注。讲一下小盲位12个大盲 all in 的范围，我们 High Jack 会跟到什么样的范围？1对6应该是个分界点 ，A10 同花以上大概也是最弱的同花 A10，AJ 同花以上应该是明确的跟注 ，AJ 不同花，因为12个大盲嘛，我觉得 AJ 不同花我应该都会跟注 ，KQ 不同花应该是个明确的弃牌 ，KQ 同花会很看人，以现场玩家就算我把 KQ 同花弃牌，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太大的错误，原因是因为有能力 all in 一些2张同花11张手牌其实很看人，大部分的玩家没有这种能力，那你就不用去跟注边缘的 KQ、KJ 同花。那当下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跟注，看到小盲位是 AJ 不同花，没有意外，我们就赢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池。下一手牌呢，也是一个翻牌前 all in 的状况，1万2万的盲注级别，bottom 位的玩家 all in 22万，我在大盲位我有12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 K10 不同花，那我觉得 K10 不同花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也是明确的跟注。我知道很多人不会跟这个，我认为跟注的范围大概 K7 同花以上 ，K9 不同花以上 ，K10 一定是很明确的跟注，任何的 A， 任何的同花 A， 任何的对子。所以呢，我们 K10 跟注啊，这个时候呢 ，bottom 位的玩家是 A2 不同花，然后我又输了一个20万的筹码量。下一手牌也是一个翻牌前 all in 的状况啊，这手牌呢是在1万2万5的盲注级别，小盲位有44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平跟，我在大盲位我有10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 AK 不同花，小盲位只有44万，接近18个大盲 ，AK 不同花，不知道各位观众会怎么样做决策？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些更弱的 A， 譬如说 A8 不同花以下，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直接 all in， 原因是因为 A8、A7、A6、A4、A3 不同花，直接 all in 是正 EV 的，但是呢，做一个最小加注，拿翻牌后会稍微比较弱一点啊。如果你对于翻牌后的技巧不是这么有自信的话，直接 all in 是最简单的。当然，我们今天拿到这种 A10、AJ、AQ、AK， 尤其是同花，就算是不同花我都不会 all in， 那尤其是同花更不会直接 all in。那我觉得最好的做法呢，就是做一个加注，然后看他是要跟注打一个有位置的翻牌后，所以呢，我当下决定加注不到3个大盲，加注到7万，小盲位 all in 了。当然我们一下就跟注了，看到小盲位的牌是 K4 同花，那我觉得 K4 同花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一个，它是一个正 EV 的直接 all in， 再加上面对我的加注，我觉得它这个 all in 不会到太糟，原因是因为我们加注的范围会非常的两极化，我们会有很多 J3、J4 不同花，15不同花，类似这种很烂的手牌，配合的强牌当然就是很好的对子跟像我们这种 A10 以上的手牌嘛。对上我整体的范围不会到太糟，这个手牌本来就是翻牌前正 EV all in 的范围，他可能也觉得翻牌之后打不赢我，尤其是他没有位置嘛，我不会说是一个错误啦，他也就决定了 all in， 然后我刚好就有好牌嘛，所以我就跟注，所以呢我们就赢下了一个还不错的底池。加一手牌蛮精彩的，1万2万5的盲注级别 ，CO 位是一个筹码量最多的玩家，他大约有200万左右，他加注到6万。我在小盲位我有155万的筹码量，60个大盲，我拿到了一对 K， 选择了3次下注。那我觉得3次下注的尺寸在这边其实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筹码量有超过50个大盲，我又没有位置，所以我的预设的加注尺寸呢，至少会是3x 以上啊，是明确。那我当下选择加注到19万，19万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加的更大，一对 K 嘛，怕什么？所以呢，我加注到19万。COA 位的玩家他非常的激动，他的手往前伸，他是要干嘛？他就伸到那个荷官的筹码盒
盒里面，很快的用手抓那个 all in 牌，然后放在自己的前面。我还确定说你是在 all in 吗？他说是，他 all in，当然就跟了嘛。我一对 K， 我怕什么？所以呢，两位玩家摊牌，他是一对 Q 啊，我是一对 K， 翻牌就 Q。那这样可以吗？哦，我就觉得这次又挂了，安排 QJ 什么一个小牌了，还好转牌来了一张 K，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紧张，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 A， 台面变成是一个 JQKA 跟一张小牌，所以呢这手牌幸运的，幸运，我本来就领先了，很幸运的让我从150万累积到了300万的筹码量，应该是全场最多的一个筹码量，关键的一手牌。那下一手牌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这手牌呢我大约有300万的筹码量，在1万2万5的盲注级别，弃牌到我在小盲位，我拿到了 AK 梅花。这手牌呢我选择平跟，但我自己事后想一想，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我当下其实后来平跟之后，觉得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状况，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加注的时候，这位对手他在 hijack 位还是 CO 位，他有不到20个大盲，他拿了1对6，只是用平跟的拿到了摊牌。那我觉得他的1对6对上我的 hijack 位，就是中后卫的加注，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 但是他用跟注比较保守，他的策略的风格好像没有给你什么太多的资讯。但我觉得这个给我的资讯就是，面对小盲位的平跟，他就不会去拿一些乱七八糟的牌去加注，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翻牌前3次下注或更激进的风格呢，越有可能在我平跟的时候做一个加注的炸。我们小盲位平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他今天我加注，他有好牌，他就是会跟注或是再加注。我们平跟期望值最高的策略就来自于他会拿一些 J3、J4、15、14、93、94、27、23这种很烂的牌做一个加注。我翻牌前平跟的范围很宽嘛，那他这样子的加注就可以直接赢得这个底池。那这个样子，我们平跟这些大牌才可以从这些烂牌手中拿到更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手牌其实平跟保护我的范围是 OK 的，但是在这个部分是不能够从这位玩家赢到更多的筹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细节。当下选择平跟，他就选择过牌。翻牌是 AJ9 3张方块，底池75000。不管是双方的预设范围呢，在一个同花的牌面都不会有太高频率的下注。如果说要下注的话呢，在这个筹码底池比，我觉得至少要有更明确的方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手牌。所以我们今天下注呢，我觉得 AK 第一个就是我可不可以价值下注？当然可以。但是同时我们要面对的是没有位置的情况下，更多的转牌跟合牌会让我们不好处理。我当下呢选择了过牌，对手下注35000，那我们非常轻易的跟注。转牌来一张方块5，非常的招变，这是4张方块在台面上，底池145000。他如果今天是随机的 A、随机的 J、随机的9，他转牌都没有必要下注。我觉得他能够翻牌下注的炸胡是什么？最明确的就是一张方块，他会不会有什么80不同花没有方块？当然有机会。我觉得最直觉的炸胡是一张方块的手牌。这个时候我过牌，他也过牌。我认为如果对方翻牌的炸胡转牌中了同花，大部分的玩家的直觉在有位置都是会下注。我就说了，得头不贵就这么简单。大部分的情况你有牌就是会下注，你千万不要反着想，就好像说大部分没牌的时候他会下注，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我觉得转牌的 check 是一个很好的迹象，代表说他有些随机的 A、随机的 J， 所以这个时候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2，不同花的2。我的手牌其实适合2种策略，第一个最直觉就是过牌，第二个策略也非常的不错，就是作为一个阻挡下注，很小的下注，让他有一些随机的 A3 不同花、A4 不同花，或是一些随机的 J， 然后合牌做一个阻挡下注的时候，他有机会可以来抓炸。就算他今天是一些比我强的手牌，他跟注我也输的少，到一个很便宜的摊牌。尤其是我 AK 这么大的手牌，我选择在145000的底池下注4万，这个时候呢，大盲会想了一下，加注到20万。但我的直觉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个弃牌。对方在这个状况下的炸胡会是什么？我还真的想不到有什么。翻牌的下注大部分的手牌是同花听牌，然后转牌都有机会。就以数学上，他加注到20万，其实我们的范围内任何的同花我都会跟注了所以没有同花这手牌，我们就是一个弃牌，其实也没损失多少当个大盲，我觉得 OK。本日的最后一手牌呢，1万5、3万的盲注级别 ，hijack 位的玩家直接 all in 34万。我在小盲位，我有 AK 同花，很轻松的跟注。我的筹码量大约有250万左右。hijack 位的玩家是 A10 同花，那我是 AK 同花，所以我赢下了这个底池。这手牌结束之后呢，结束了第一天的赛事，我们打12个级别，我有299万，接近300万的筹码量，晋级到第2天的赛事，然后也是场上最多筹码量的一个玩家。那以上就是在第一天的手牌讲解，在下一集呢，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进入到了决赛桌，到底遇到了哪些有趣的状况。如果说你对于我们这一趟美国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我是小 P，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拜拜。